重慶時代峰峻樓下，一群男性圍堵、跟拍、辱罵女粉絲。到了網上，他們又被包裝成替外賣員出頭、保護未成年人、維護公共秩序的正義一方。上一期我們講到，現場男性的圍堵和辱罵，到了警方通報和公司公告裡幾乎消失了。這一期繼續看，網上那些人又是怎樣把一群圍堵女性的男性洗成正義一方的。最先流傳的一種說法是，女粉絲辱罵了一名外賣員，所以現場男性是在替普通勞動者出頭。很快有人貼出畫面指出，那個穿黃色衣服的年輕男性並不是外賣員。按理說事實錯了，判斷也該跟着改。可另一張帖子直接回復，是不是外賣員不重要，證據沒了，判決沒動。第二套說法是女方先動手，有帖子說一名女性先拿充電寶砸人，現場男性才還手，還有帖子說女性打了人，最後卻只帶走男性。可另一組帖文又放出更早的片段，稱男性先把紙箱扔向女性，之後才出現潑水和擊打頭部。這些截取片段沒有覆蓋完整衝突過程，無法讓我們精確裁定第一下是誰動的手。能確定的一點很簡單，拍到女性反擊，不等於證明女性先動手。現場有那麼多男性舉着手機，流傳最廣的畫面卻經常從女性已經反應激烈的地方開始，剪掉前因，再把結果當起點，本身就在替圍堵者挑選一個更有利的故事。洗地者還有一個看上去更站得住腳的理由，部分成年女粉絲把时代峰峻推出的年僅12歲的偶像叫老公。這類表達當然可以批評，但一個12歲的孩子不會自己走進商業偶像市場，把他選出來、訓練、包裝，再推到成年消費者面前的是时代峰峻。批評女粉絲很容易，追問公司為什麼長期經營未成年偶像，從這種粉絲關係中獲利，網上卻突然沒人說話了。誰說了越界的話，就批評對應的賬號，誰把未成年人推入商業追星體系，就追究對應公司的責任。可他們直接把女粉絲叫做戀童癖，在追問現場女性為什麼戴口罩。一條具體言論被擴展成整群女粉絲的性犯罪嫌疑，公司創造的商業關係消失了，女性卻要集體受審。他們一旦被判成有罪，連遮住自己的臉都成了心虛。接下來的話更直接，有人寫追星女不能算人，有人用性別辱稱否定女性的陳述，還有人明說哪怕是男生先鬧事，自己也要站男生，因為這些女粉絲先天腦殘。到這裡，他們已經懶得維持查明事實的樣子。男性有沒有先挑釁不再影響站隊，女性屬於什麼群體，已經替他們決定了判決。還有帖子把對女性有利的時間線補充統統歸為妻女敘事，仿佛只要說話者在替女性補全前因，內容就天然不可信。這樣的規則根本不給女性留下自證空間。他沉默，說明心虛；他解釋，叫做賣慘；他拿出更早的畫面，又被說成女性互相包庇。有帖子把這場衝突叫做男性積怨已久的爆發。他說的積怨來自誣告楊景元3胎非親生等一連串彼此無關的性別爭議。一部分長期沉浸在男性受害敘事裡的男人，把每一個所謂傷害男性的女性個案都記到全體女性頭上，傳成一筆越滾越大的性別總賬。這些舊案與現場女粉絲毫無關係，她們卻被當成整個女性群體的替身。所謂忍無可忍，說穿了就是找一群夠得着的女人，替他們想象中的所有男性舊賬買單。為什麼偏偏是這些男人積怨已久？因為他們從小得到過一張許諾，男人只要肯努力，就應該有錢、有地位、有女人。現實沒有兌現，他們沒有去追問階層、工資和資源分配，反而把女性獲得的每一點選擇權都理解成自己失去的東西。真正需要這套敘事的是那些沒有得到現實地位，又捨不得放棄男性優越感的人。對真正決定他們處境的權利，他們無能為力；對眼前夠得着的女性，他們終於找到了討債的機會。最惡毒的一條甚至寫着：這次是打你，下次是強姦你。這已經越過了批評追星行為的邊界。發帖者期待女性遭遇更嚴重的性暴力，還把這種期待當成一次值得慶祝的報復。然後現場出現了更荒誕的一幕，有人舉起國旗，唱起國歌，女粉絲留下的牆面被重新刷過，寫上人民萬歲，
還有男性佩戴毛主席像章，舉着繼承主席遺志，將革命進行到底的牌子。他們居然需要依靠國歌、國旗和革命口號給圍堵女粉絲這件事加冕。在 X 上長期記錄中國集體抗爭事件的賬號昨天注意到另一層，連只有幾個人的討薪信息都會被秒刪。重慶爛仔圍毆追星小姑娘，卻獲得了傳播空間。他據此提醒，不要拿重慶圍堵小姑娘和江油事件相比，不是一個性質。有人說，一開始性質不同，繼續發展也可能演變。昨天回答欺軟怕硬，鐵拳一來肯定尿褲子，不可能演變。隨後流出的材料幾乎替這句話配好了畫面。一段現場視頻裡，一名男子稱自己遭便衣人員毆打，展示額頭傷痕，並指控暴力執法。另一張網傳截圖裡，一名此前去過長江國際的人在南濱路派出所接受民警教育後發文認錯，說自己已經深刻認識到在長江國際起哄、炸街是不對的行為，還勸其他人別給警察添麻煩。隨後，長江國際附近仍有人聚集，又一名男性被多名疑似便衣控制並帶走。男子關於暴力執法的指控本來應該被追問，可這些口口聲聲講兄弟情的人沒有把聚集地點換到派出所。既然是兄弟，被帶走以後，為什麼不去南濱路派出所門口唱國歌，舉起釋放兄弟的牌子？為什麼將革命進行到底的革命永遠只發生在女粉絲聚集的地方？這裡還有一點黑色幽默。圍堵女粉絲的時候，他們最喜歡講先撩者賤，女粉絲罵過人，扔過東西，所以被圍堵、被毆打都是活該。那這套規則也應該男女平等。有人因聚集、起哄、炸街接受了民警教育，另有男子自稱遭到暴力執法。按照他們自己的邏輯，這些人不也應該得到一句活該嗎？他們以為男人無論發生什麼都該站在男人一邊。鐵拳落下來時卻不做性別鑑定。面對女粉絲，他們是替天行道的男性共同體；面對真正的權利，他們只是幾個可以被帶走、被教育、被要求認錯的人。兄弟情在女性面前堅不可摧，到了派出所門口自動靜音。國歌還會唱，釋放兄弟4個字卻突然不會寫了。他們需要不停更換理由，恰好說明任何一個理由都撐不起這場集體懲罰。外賣員的身份不成立，就換成保護未成年人；衝突起點說不清，就換成男性積怨；普通的報復不夠光彩，再搬來公共秩序和愛國口號。他們捍衛的是男性傷害女性以後，依然能夠把自己想象成正義一方的資格。12歲的孩子是誰選出來、訓練、包裝，再推入商業偶像市場的？是時代峰峻。誰掌握藝人的經營方式？誰從粉絲消費中獲利？誰有權監管未成年人進入演藝市場的邊界？公司和相關管理部門。女粉絲沒有決定誰出道，也沒有制定這套生意規則，他們只是這條責任鏈上最顯眼、最好圍堵的一群人。把12歲偶像叫老公是否妥當，可以討論那句具體表達。可一句追星用語，辨不出一群戀童癖，更辨不出男性圍堵、辱罵和毆打女性的權利。真想保護未成年人，就去追問時代峰峻為什麼把12歲的孩子推入商業追星市場，追問監管環節為什麼允許這套生意繼續運轉。跳過掌握權力、制定規則並從中獲利的人，只圍着女粉絲喊打喊殺，這不叫保護未成年人，這叫拿未成年人給厭女找借口。好啦，今天的故事就講到這裡。我是人類觀察員，這個頻道一直在做一件事，觀察一些普通人在意識到自己有了影響力之後，會如何運用它，以及這種影響力又會怎樣反過來改變他們。如果你也在觀察這些事，歡迎訂閱，也歡迎在評論區告訴我，你還想看哪些人、哪些事。我們下期見。